我想出去走走。那天就是在那儿，峰哥告诉我确诊了。现在的医学水平，比起当年，已经进步很多。不要放弃希望。峰哥安慰我说：“不要放弃希望。”这2年，我也是这么做的。半年前，就在这儿，我碰到我们学校一个外语系的女生，但我不敢跟她说话。是小然姐帮我要了她的微信，我们聊了2个星期，我感觉聊得特别投缘。后来，她跟我们学校的一个拉丁语专业的男生好上了。我就跟你说吧，学好外语很重要。上次我急性发作，被送过来，你说话声音都抖了，整个人站在这儿，一动不动。就在那儿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鲁大东。谁送他来的？这个医院的角角落落，我都走遍了，比学校还熟悉。就是在这儿，我抽了人生中的第1根烟。你什么时候抽的烟？大东哥教我的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会和大东哥抢同一颗心脏。大瑞，其实我懂，一宝。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。自从确诊之后，你、小然姐、峰哥，是你们一直陪着我。因为你们是医生，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，所以，我怎么能还怪上你身上的白大褂呢？
给我也来一根。哎，点上火，糊上，吸，小蕊长大了，可不吗？我都20岁了。有时候，我更希望你们可以不那么关注我。我不想我一直是你们生活当中的焦点和中心，那样我反而更轻松。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更轻松一些。20岁，我20岁在干嘛呀？你爸天天盯着我，不让我淋雨，不让我参加体育运动。我天天就在学校里查案例，跑图书馆，做实验。你放心吧，小瑞，我保证，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、更快乐。会的。一哥，咱们这次共体排了多长时间？2个多月，不到3个月。其实排共体也不是那么遥遥无期嘛。对呀，说不定3个月、6个月，明年春天，你就能焕然一新。但在那之前，你先要接受我的改造。我要把一个反应堆装进你的身体里，怎么样？反应堆 ，CRTD， 就是冷不丁会电我的那个。对，装上之后，你身体会更有保障，这样我们才能安安心心的等到下一个共体的出现。你愿意吗？想。那我就是胸口有个反应堆的 Ironman。你想多了，你最多呀是一个 Air Boy。我都20岁了，可以是 Ironman。患者是一名30岁的中末期心衰患者，心功能4级，曾经历了阿克莫之石和 PAT 等多重生死考验。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，我们的移植团队迎难而上，打赢了这场换心之战。在这里，尤其要提一下这次手术年轻的主刀医生林毅林主任。在开放循环后，共心的右心衰竭。林主任临危不惧，把患者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，成功的挽救了一个家庭。沈护士长，您坐一会儿吧，这一直站着也吃不消。不用，心脏移植病人的监护不敢有丝毫懈怠的。
只有站着才能时刻保持清醒。这段时间，我对所有的护士都是这么要求的。特殊时期嘛，大家都辛苦一点，我自己不能带头违反的。我知道护士们都对我有意见，觉得我太严苛了，不近人情，拿他们当牛骂。那没办法，这就是工作呀，这就是我沈雅琴的风格。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，病人的命可能就没了。您说的对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在 ICU 里的医护不仅仅要看到病人的病，更要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。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感知力又很踏实的孩子。家风真的是很重要啊！有你妈妈这样的榜样，你们一家就出了3个医生。其实我哥跟我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哥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没有陪在他身边了，他一路都是靠自己，很不容易。是吗？其实他们2个破冰也是这2年的事儿。哥哥这一路打拼，没有沾到妈妈一点光，反倒是因为是方教授的儿子而遭受了不少非议。大东怎么样？目前病情稳定。不好意思，护士长。您现在有空吗？方便跟我聊2句吗？您去吧，我在这盯着，而且贝贝差不多也该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一会儿就会。护士长，叶医生跟小静冲突的事儿真的很抱歉，我已经严厉批评过叶医生，也让他去跟小静道歉。但是我显然觉得他没有发自内心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啊。这也是我这个当代教的责任。我没有怪周主任的意思。不，您说的对，要不是您提醒我，我都没发现咱们科护理部额外承担了那么多。到底想干嘛？周主任罚我这几天都得跟着你，关键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给你打下手。每天的血压记录、空腹跟饭后4次熬汤，都是护士们在负责的，甚至动脉血气，其他科室是医生们的活，但在咱们这儿也是护士们在做。看来周主任真的是认真的了解了我们的工作啊。我规培的时候扎动脉血气也总是扎不好，当时也是护士老师们手把手教会我。之前白老师也常说，一定要多向护士们学习。可惜现在的小医生们都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，都拿我们护士当病房的服务员。我保证，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我会让年轻医生们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，但同时，如果您还愿意的话，也希望您多教教他们。这次的教训我记住了，未来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这人吧，有时候急了说话有点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您是前辈，您还得多体谅我。那至于叶医生，他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我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好医生。也希望您再多给他一点时间。同时也谢谢您同意让他跟小静学习，我相信他会有很大的收获。他很幸运啊，有你这样的带教。哎，护士长，哎，急诊那边让我们支援一台呼吸机。慢慢来。走。那天我开错了医嘱，已经很丢脸了。你当众揭发我，我当时觉得下不来台。那是我的错了，我的错。
我这2天跟着你跑，光是这条腿我就受不了。你们日常工作这么密，你还能发现我开错了医嘱，我挺佩服的。还有一点，你很厉害，无论是多细多瘪的血管，你都能一次就扎成功，动脉血气也是一针见血。那是基本功好吗？扎多了自然就熟了。但你年龄还这么小，我也不小了，快30了。这真看不出来。你少来这套。我不是故意要下你面子的，我那是着急。我们护士长说了，医生和护士是要相互补台的，宁可多花点时间重复确认，也不能大胆小胆甩给对方，否则很容易出事的，害的是病人。护士长说的对，你说的也对。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有你这样的人吗？你当众怼我，然后私下道歉。再说了，哪有人大晚上喝奶茶呀？去，给我泡杯柠檬水去。收到。没事啊。下班了。啊，护士长给的他们老家的冬枣，拿过来给你们尝尝。一哥，我想吃这个，你帮我洗一下。我去吧。不用了，小然姐，让一哥去吧，他要做半天了。没事，我去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东泽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他。对不起，小然姐，昨天失控，还把你送我的杯子给摔坏了。没事儿，回头我们再挑个图案，给你做个新的。洗好了，走。现在吃。你这洗的太少了，你再去洗点，我也要吃。你大晚上吃那么多枣，那我都洗了。你们讨论的那几个方案啊，我最喜欢阳光海岸那个主题。跟小然姐求婚，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呀？哎呀，你这万年铁树终于开花了！不是小然姐走院没有？是你干什么？你别那么激动，干什么？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，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呢。哎，那要我帮你什么吧？家长提亲，准备礼金，我有钱一个。乱七八糟的，你说这种都是太俗了。我想要给小然留下一个人生中最难忘的仪式感。仪式感？哎呀，小然姐我太熟了，这事包我身上，我帮你办了。你都知道了，一哥告诉你的。是。我觉得啊，到时候大家可以搞一个沙滩度假风。你看二姨和我哥成天都是白大褂双手扶的，偶尔穿一个花衬衫，肯定很搞笑。不过有一点我不同意啊，请司仪多贵啊，放着你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不用，花那冤枉钱干嘛？到时候你就是我们指定的司仪。行，那我得操
操练操练。说好了啊。哎，你尝尝，真的挺甜的。怎么样，甜吗？太甜了。进导管室。对，我早就想问您了，为什么杜文正可以上台，我却只能管床，进不了导管室？这就是新店的一个传统，导管室射线还是有一定的伤害风险，所以会特别关照一下女孩子。惯例是生育之后再上台。那如果我一辈子不生小孩，难道就一辈子不能上台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取决于你自己的规划。我没有这样的规划，我不想谈恋爱，而且结婚生小孩更是没瘾的事情。但是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，如果一步掉队，就可能步步掉队。你真想好了，射线伤害确实不能忽视的。对我来说，生孩子不是刚需，工作才是，做好防护就可以了。而且，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，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。可以。真的吗？那我能跟您的台吗？当然，你本来就是我这一组的。我想越快越好，今天、明天都行。我让张真给你安排。谢谢周老师，谢谢主任。叫什么都可以。你这不是挺会笑的吗？跟小静和好了吗？他人还行。等会儿。那我先去准备了。不要再让同事跟病人投诉你了。知道了。主任。主任。小孩怎么样？还算稳定。以他的情况，用左心辅助也是可以的。他自己比较排斥，所以接下来就想着，先可以装一个 CRTD， 然后再继续等供体。主任，小瑞的事情我很感激，但不是，想请看。一会儿要手术吗？哦，我今天没有手术了，但周晓峰一会儿有一个起搏器需要我去 stand by。装个起搏器让你去 stand by。因为那个病人是我们联合门诊收进来的，而且这次装的是舞导线起搏器，他之前也有感染，所以情况比较特殊。目前的舞导线起搏器都是分经起搏吧，不是所有病人都适用的。对，所以这次用的是麦安培的一个新产品，可以模拟双脚。新内最近做了不少麦安培的生意啊。对，出现频率还挺高的。还是那个欧阳经理。还是他。那你得盯紧了，可别让你兄弟犯错误。72岁的男性病人，房颤伴高度房室传导阻滞，15年前就安装了起搏器，3年前更换了电池，旧的2根电极线呢，现在还保留在他的体内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已经过去10多年了，电极线基本上已经和心脏壁组织等长在一起了。它同时你看还会和沿途的血管壁粘连在一起。如果要把电极线拿出来的话，很可能就会造成血管壁破裂、大出血。那所以很多医生他都不敢轻易去做它。所以他这次是电极线感染导致的反复高热。对，周主任呢这次会先拔出原先的电极线，再尝试植入舞导线起搏器。穿刺针。
骨静脉穿刺如何定位？腹股沟韧带下2厘米，髂前上棘到耻骨结节连线中内1/3，动脉搏动点内侧0.5至1厘米。这个年轻的医生看着面生啊。新来的专陪小叶。哦，是专陪的呀。我看他台上动作挺麻利，反应也很快，挺机灵的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，这是他第一次跟主任的台，可想而知，他私底下做了多少努力，蛮认真的。那你这个大柱的地位岌岌可危啊，怎么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？我能有什么危机感？我恨不得多来10个8个这样的好苗子呢，分担我手头做不完的工作。CB。热线3指。注意，哇，漂亮！胯翻得很顺畅。准备释放。释放完成，测一下参数。感知7.9，阻抗790，阈值0.5，参数好的。小叶，过来一下。感受一下。记住这一刻的感觉，你的手还能让无数个心脏恢复健康有力的跳动。这画面真熟悉，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装的也是起搏器，周主任也是让我去摸了病人的心跳，这辈子我都忘不了。周老师，村里那边我确认好了，
我们周六早上8点到就行。好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下乡义诊。哦，你都忙得脚不着地了，哪有时间下乡义诊啊？再忙也得去啊，基层那么缺医疗资源。我这2回去贵州，发现他们县医院的医生进步都特别明显。他们虽然基础薄弱一些，但是都很上进。每一次有外来的带教，他们都很珍惜，学得很认真的。那你们这回去哪儿？金溪镇旁边一个小村里。谁跟你去？小叶他们还有麦安培，他们答应给那边的卫生所送一批设备。麦安培。那我也去。可以啊，你去干嘛？我去陪你义诊啊，顺便看看你跟你前女。朱老师喝水。哎呀，这个水喝起来一定很甘甜吧？啊？干什么？喝水。喝水。谁要喝水？放下。你确定要去吗？我去啊，反正这周末我也没事儿。那太好了，小叶，你把行程发给林主任。好。主任，我能不能也跟你们一块儿去义诊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，你去呗，去了就别回来。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小杜跟小叶来一阵子了，让他们流动起来，换一换。小叶偶尔也跟你的门诊手术学习一下。我认为未来的心脏科医生不管怎么样都得是内外兼修的。我没问题啊，你行吗？我行。上一个说自己行的人，可是他。赶紧，谢谢你周老师。谢谢周老师。小杜，你来我这儿肯定没问题，但我觉得你这个阶段，我想先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老师。小然，让他去你那儿待一阵子怎么样 ？GIC 的节奏更锻炼新人。可以啊，我这没问题啊。谢谢你2个老师。好，谢谢2位老师。哎，主任，我怎么没有去新麦学习的机会？你们这偏心了。你想跟他学吗？让你开个联合门诊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跟谁啊？流动啊，不然谁？现在都批下来了，你们2个就接我跟林主任第2棒。太行了，我这就跟他说了。林主任没意见吧？我应该有意见吗？安排的非常合理。好。进。主任，你找我，进来吧。那个，给您带了杯咖啡，热拿铁，谢谢。有个塔比培训，我帮你报了名。塔比？对，釜山医院办的，这个周末。这周末可能不太行，周6我要去下乡义诊。下乡义诊，周主任组织那个。我早就答应他了。那不碍事。培训周5开始，周5早上领导发言也没什么意思，下午你可以去听听。他们安排了一个手术直播，不影响你周6去义诊。行，那我周5去看看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喂，盛主任。林毅周5下午会过去，我就把人交给你了。好，我有数了。那我就把最复杂的那台手术安排在周5下午。好。等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把你说的那台安排在周6早上？没问题，盛主任。谢谢。心外科医生做塌位手术是有明显优势的。本身我们就对心脏的解剖结构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门技术。如果在介入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，那么我们是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补救的。好，到这里
我们就进入本次介入最关键的环节——瓣膜支架过宫。这个患者的宫很陡峭，可能过宫会比较困难。你看这个宫，真的太陡了。打点弯，再来一点。好。到位了。漂亮，安主任不愧是踏背专家呀。你好，安主任太厉害了，获奖了，漂亮，获奖了。哎，林主任，你好。安主任您认识我？外科同行谁不知道东丽医院大名鼎鼎林主任，只是您平常不怎么出来开会。您跟周主任的尖刀队在业内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。是吗？那么有名？必须非常有名。下周你手术用到的新款要求，你提前跟欧阳大对接一下，做好准备。您这次又要用麦安培的吗？怎么了？这一阵儿咱们科用麦安培的产品比较多，爱景康已经开始有点意见了。最近临时需要一些耗材什么的，已经开始有点敲不动了。而且销售他话里话外也是有些抱怨，要不这一次您水端端平。谁家的产品更合适，技术支持更到位，就用谁家的，没必要端水，临床不至于被产品方拿捏。主任，但是最近我听到了一点点闲话。什么闲话？就无聊的一些谈资嘛，说男主任、女销售这种特别无聊。而且，科里嘛，我也听到了一些这种声音。那你去跟爱健康要份资料吧，两家产品仔细比较一下。好的，主任。明天上午我们还有一场手术直播，有时间来吗？明天上午我可能不太行，有事儿。哟，那就比较遗憾了，因为是我的老师罗教授来做。罗琦教授，你认识吗？就是那，我不认识，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听曹诺亚教授有介绍过，特别厉害。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得来呀。他现在很少出山了。很少出。啊？那个，我接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喂，怎么了？明天下乡你想怎么去？跟大家一起坐大巴，还是我开车，我们俩一起？那个，我明天可能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我不太舒服。怎么不舒服？怎么？我胃疼。哎呀，胃疼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昨天吧，我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你也知道心脏问题有时候是会表现成胃疼的。你人在哪儿？我去找你吧。别！你千万别来！我在外面呢。没事儿，我自己也是医生，胃疼跟心脏有没有关系，我很清楚。我喝点热水就行了。真没事儿？没事儿。哎，林主任。安主任。明天上午罗教授手术还在这儿，别忘了啊。上午10点，明天见。行，没事就好，你自己当心，好好休息。好。当时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着急忙慌的，我就大脑一抽，就都说出去了。你说你培训就培训，有什么不能明说的呀？咱们医院他一手术，不都是心内在做吗？现在心外也要做，而且是我做，
我不是感觉像背叛他吗？那是你想多了，业务是业务，大家都是为了治病救人，反倒是你装病骗他，那才伤感情呢。谁知道会碰到罗教授重新出山啊？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你说，他不会真记恨我吧？不至于吧？要不，你少吃点儿。我替小瑞尝尝咸淡行不行？而且他也吃不了这么多呀。嗯。你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，圆一圆。他会生我的气，他从来不生你的气呀。没必要总是当我们的和事佬。我就是不想让你们两个吵。我知道，你是最好的妹妹。你不需要做一个解语花，没有人天生就应该当个小太阳，拥有温暖照亮别人。我不去。